医生说多吃鱼，营养师说多吃鱼，你妈也说多吃鱼。从小到大，鱼肉就是聪明食物，长寿密码，吃了脑子好使，身体倍儿棒。可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真相，有3种鱼，科学家们研究了几十年，最终给他们盖了一个恐怖的印章，叫做癌症加速器。不是致癌物，而是加速器。意思是你体内本来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发作的那些沉睡的坏细胞，一旦碰上这3种鱼，就像被人按下了快进键，疯狂生长，直到不可收拾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就是鱼嘛，能有多可怕？但你知道吗？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，也就是那个专门给全球致癌物排名的权威机构，早在2012年就已经把其中一种鱼直接列入1类致癌物清单。什么概念？1类致癌物就是和香烟、石棉、黄曲毒素站在同一梯队的东西，而这种鱼可能此刻就躺在你家冰箱里，或者你昨晚刚刚吃过。更可怕的是，另外2种鱼虽然还没被正式归入1类，但近年来的研究数据已经让科学家们坐立不安，因为它们身上携带的致癌因子，有些甚至比第1种更加隐蔽，更加难以察觉。所以今天这期内容，我会带你深入3个领域，从腌制化学到微生物寄生，从高温裂变到重金属富集，一层一层剥开这3种鱼的真面目。看完之后，你会重新审视自己的餐桌，甚至可能会改变你未来几十年的饮食习惯。好，我们开始。第1种鱼，中式咸鱼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你从小吃到大的，外婆最爱煎的，配白粥能吃3大碗的中式咸鱼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笑，咸鱼那玩意我吃了30年了，不也好好的吗？但科学不跟你讲情怀。2012年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经过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研究后，正式将中式咸鱼列为1类致癌物。注意，这里特别强调了中式2个字，不是所有咸鱼，而是采用中国传统方法腌制的咸鱼。为什么要这样区分？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鱼本身，而在于那套独特的腌制工艺。让我们回到几百年前，中国南方沿海地区，渔民打上来大量的鱼，没有冰箱，没有冷链物流，怎么办？只能用盐腌。但中式咸鱼的腌法和北欧、日本的咸鱼有一个本质区别，那就是它通常不会完全脱水。传统做法是把鱼剖开，抹上大量粗盐，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晒，有时候甚至是半晒半阴干。这个过程中，鱼肉里的蛋白质在高盐环境下开始分解，产生大量的2甲基亚硝胺和2乙基亚硝胺。这2个名字你可能觉得拗口，但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，亚硝胺类化合物是目前已知的最强效的化学致癌物之一。它们进入人体后，会在肝脏被代谢激活，然后直接攻击你的 DNA， 造成基因突变，而基因突变就是癌症的起点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我少吃点不就行了？问题在于，亚硝胺的致癌效应是累积性的，不是说你今天吃了一条咸鱼，明天就得癌症，而是你每吃一次，体内的 DNA 损伤就多一点，修复系统的负担就重一点。日积月累，当损伤超过修复能力的临界点时，癌细胞就会像脱缰野马一样失控。而最让科学家震惊的是咸鱼与鼻咽癌之间那条清晰的可怕的因果链。广东，全世界鼻咽癌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之一，被医学界称为鼻咽癌的故乡。为什么偏偏是广东？专家们排查了基因、气候、病毒等各种因素后发现，有一个变量始终挥之不去，那就是咸鱼。广东人爱吃咸鱼，这是几代人的饮食传统。而流行病学数据显示，幼年时期就开始大量食用咸鱼的人群，成年后患鼻咽癌的风险比不吃的人高出数倍。为什么是幼年？因为儿童的鼻咽黏膜正处于快速发育阶段，细胞分裂旺盛， DNA 复制频繁。这时候如果反复接触亚硝胺，造成的基因损伤会被复制放大。就像一本书在印刷时出了错字，之后每一版都带着这个错字，越印越多，最终全盘崩溃。更深入的研究还发现，
咸鱼中的亚硝胺不仅能直接损伤 DNA， 还能激活一种叫 EB 病毒的潜伏病毒。EB 病毒几乎感染了全球 90% 以上的成年人，但在大多数人体内它是沉睡的，不捣乱。可一旦被亚硝胺叫醒，它就会开始在鼻咽上皮细胞中大量复制，进一步推动细胞癌变。这就是为什么咸鱼被称为癌症加速器，而非仅仅是致癌物的原因。它不只是制造问题，它还会唤醒你体内已经存在的隐患，让坏事加速发生。那咸鱼就完全不能吃了吗？坦白说，偶尔尝个味道，一年吃个几次，风险确实很低。但如果你像老一辈那样，天天配粥，顿顿有咸鱼，尤其是给小孩子从小就这样吃，那你真的是在拿健康赌博。科学家的建议很明确，能少吃就少吃，能不吃就不吃，尤其是那种用传统方法高盐、半脱水、长时间腌制的老式咸鱼。好，说完咸鱼，我们来看第二种，这种鱼可能更加出乎你的意料。第二种鱼，高温熏鱼。什么是熏鱼？就是把鱼先用酱油、糖、各种香料腌一下，然后放进高温油锅里炸至金黄，最后再用烟熏或者直接在炭火上烤。这种做法在中国、日本、北欧、东欧都非常流行。上海人过年必备的熏鱼，日式居酒屋里的熏鲑鱼，欧洲人早餐桌上的烟熏鳟鱼，本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。听起来很美味，对不对？但这个美味的背后藏着一个你绝对不想知道的化学反应。当鱼肉被加热到超过摄氏300度，或者直接接触明火和烟雾时，鱼肉中的脂肪和蛋白质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热裂变反应。这个过程会产生一大类化合物，统称为多环芳香烃，英文缩写叫 PAX。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成员叫做苯并芘。苯并芘又是一个拗口的名字，但它的江湖地位可比亚硝胺更加吓人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把苯并芘列为一类致癌物中的标杆成员，它是研究化学致癌机制的经典模型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致癌路径实在太清晰、太高效了。苯并芘进入人体后，被肝脏的细胞色素 P450 酶系统氧化代谢，生成一种叫做苯并芘二醇环氧化物的终极致癌代谢产物。这个东西会直接与 DNA 上的鸟嘌呤碱基形成共价加合物，导致 DNA 双螺旋结构扭曲变形，从而引发基因突变。听起来很学术，我给你翻译成人话，就是苯并芘进了你身体以后，会像一颗精确制导的炸弹，专门瞄准你基因的关键位置炸。炸完以后，你的细胞就可能变成癌细胞。而熏鱼的问题在于，它几乎是苯并芘的完美载体。首先，高温油炸过程中，油脂在高温下裂解，产生大量苯并芘，这些苯并芘会被鱼肉表面吸附。其次，如果再经过烟熏，木材或木炭不完全燃烧，产生的烟雾中含有更高浓度的苯并芘，会进一步渗透到鱼肉内部。最后，很多传统做法还会反复油炸，也就是同一锅油用了一遍又一遍，每炸一次，油里的苯并芘浓度就升高一次，最后那锅油简直就是一锅致癌浓缩液。有研究团队曾经对市场上常见的熏鱼产品进行检测，发现部分样品中苯并芘含量已经逼近甚至超过国家标准限值。而更可怕的是，很多路边摊、小作坊制作的熏鱼根本没有任何品质监控，苯并芘含量可能是正规产品的好几倍。除了苯并芘，高温烹饪还会产生另一类致癌物，叫做杂环胺。杂环胺主要来自蛋白质在高温下的反应，尤其是当肉类或鱼类被烤焦、炸焦时，杂环胺的产量会急剧增加。这些杂环胺同样具有强效的致突变和致癌活性，主要与结肠癌、胃癌和肝癌相关。所以，当你把一块熏鱼放进嘴里的时候，你其实同时吞下了苯并芘和杂环胺，这对致癌双煞偶尔一次问题不大。但如果你是那种隔三差五就要来一盘熏鱼、烤鱼、炸鱼的人，那你体内的致癌物负担正在悄悄累积。有意思的是，同样是吃鱼，烹饪方式的差异会导致致癌风险天差地别。清蒸、水煮的鱼
因为温度不超过摄氏100度，几乎不会产生苯并芘和杂环胺。可一旦你选择了高温、油炸或烟熏，致癌物含量可能暴增几十倍，甚至上百倍。这就是为什么营养学家总是建议清蒸最健康的科学依据。但故事到这里还没完，熏鱼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，那就是盐。为了让鱼肉入味，熏鱼在制作前通常要经过长时间的腌制，这意味着它同时兼具了咸鱼的部分风险。高盐环境同样会促进亚硝胺的生成，虽然含量可能不如传统咸鱼那么夸张，但当苯并芘、杂环胺和亚硝胺这三者同时存在时，它们之间还可能产生协同效应，也就是1+1大于2，致癌风险不是简单相加，而是成倍放大。所以结论很清楚，熏鱼好吃，但真的不能多吃，偶尔解解馋可以，但千万别把它当成日常菜品。尤其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小摊小贩做的熏鱼，能避就避吧。第三种鱼可能是今天最让你意想不到的生食淡水鱼。注意，我说的不是日料店里的三文鱼刺身，也不是正规餐厅处理过的深海鱼生鱼片，我说的是淡水鱼，就是河里、湖里、池塘里养出来的那些鱼，比如草鱼、鲤鱼、鲢鱼、鲫鱼，拿来生吃。你可能会说，谁会生吃淡水鱼呀？答案是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在中国广东、广西的部分地区，有一道传统名菜叫鱼生，就是把新鲜的淡水鱼切成薄片，蘸着姜丝、蒜片、花生碎和酱油直接生吃。在东南亚的泰国、辽国、柬埔寨、越南，类似的淡水鱼生食文化更是根深蒂固，甚至在日本和韩国的某些地区，淡水鱼的生食也有一定传统。这些地方的人会告诉你，鱼生是鲜味的极致，是对食材最大的尊重。但科学家会告诉你另一件事，这可能是在你的肝脏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。问题出在一种叫做肝吸虫的寄生虫身上，学名叫华兹高吸虫。这个小东西的生命周期相当精妙，也相当恶心。它的卵先被排入水中，被螺类吞食后发育成尾幼，尾幼再钻入淡水鱼的肌肉里形成囊幼。当人类生吃这些鱼时，囊幼进入消化道，然后沿着胆管爬进肝脏，在那里安家落户，开始繁殖，一住就是几十年。一条成年肝吸虫大概只有1到2公分长，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但问题在于，感染通常不是1条2条的事。如果你长期吃鱼生，肝脏里的肝吸虫数量可能累积到数百甚至数千条。这些虫子在你的胆管里不断蠕动、进食、排泄，对胆管内壁造成持续的机械性损伤和化学性刺激。而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就是癌症的温床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在2009年的评估中，正式将华兹高吸虫感染列为一类致癌因素，确认它与胆管癌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。胆管癌是一种极为凶险的癌症，早期几乎没有症状，等你发现的时候，通常已经是晚期，5年存活率极低。机制是这样的，肝吸虫在胆管中长期寄生，导致胆管上皮细胞反复受损、反复修复，每一次修复都需要细胞分裂，而每一次分裂都有 DNA 复制出错的风险。当这个过程持续几年、10几年、几十年后，累积的基因突变终于突破临界点，胆管上皮细胞开始失控增殖，胆管癌就此形成。更可怕的是，肝吸虫本身还会分泌一些蛋白质，科学家称之为排泄分泌产物。这些蛋白质被发现具有直接的促癌活性，它们可以抑制宿主细胞的凋亡程序，也就是让本该自杀的受损细胞继续存活，同时还能促进细胞增殖和血管新生，为肿瘤的生长创造有利环境。换句话说，肝吸虫不仅仅是通过炎症间接致癌，它还在主动的、有目的地推动你的细胞癌变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像科幻恐怖片？但这是真实发生在全球数千万人身上的事情。据估计，全世界有超过3500万人感染华兹高吸虫，其中绝大多数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。而在中国，广东、广西是重灾区。2015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，
广东部分农村地区的肝吸虫感染率高得惊人，有些村庄甚至超过 50%， 而且这种感染非常隐蔽，大多数感染者在早期和中期几乎没有任何症状，顶多偶尔觉得肚子不太舒服，消化不好。很多人带着成千上百条虫子生活了10几20年都不知道，等到出现黄疸、右上腹疼痛、体重骤降这些明显症状时，去医院一查，胆管癌晚期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我吃鱼生的时候会蘸芥末喝白酒，这些不是能杀菌杀虫吗？很抱歉，这完全是一厢情愿。肝吸虫的囊釉外面包裹着一层坚韧的囊壁，芥末和酒精根本穿不透。有实验专门测试过，把肝吸虫囊釉泡在高浓度白酒里，结果几个小时后取出来，虫子活蹦乱跳。唯一能确保杀死囊釉的方法，就是充分加热，把鱼肉煮熟煮透，中心温度达到摄氏70度以上，并维持一段时间。所以淡水鱼生食这件事不存在安全的吃法，要么煮熟吃，要么不吃，没有中间选项。那么为什么偏偏是这3种鱼？你发现了吗？咸鱼的问题在于化学致癌物亚硝胺，熏鱼的问题在于高温裂变产物苯并芘和杂环胺，生食淡水鱼的问题在于寄生虫引发的慢性炎症和直接触癌。3种完全不同的致癌机制，却最终殊途同归，指向同一个结果：癌症。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启示。我们平常总觉得致癌是一个简单的概念，好像就是某个东西有毒，吃了就得癌。但实际上，癌症的发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多步骤过程，从第一个基因突变到最终形成临床可检测的肿瘤，中间可能经历10年、20年，甚至更长时间。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，你的身体一直在修复、在抵抗、在清除那些异常细胞。而这3种鱼之所以可怕，就在于它们攻击的是这个防线的不同环节。亚硝胺直接制造 DNA 损伤，苯并芘精确打击基因关键位点，肝吸虫则通过慢性炎症不断消耗你的修复能力。如果你同时或交替接触这些因素，就相当于在不同方向同时撕开你的防线，癌症突破的概率会大大增加。而且这3种鱼的风险还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时间累积效应，不是1顿2顿的问题，而是年复1年的饮食习惯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我吃了一辈子也没事啊，因为没到那个临界点。但统计数据不会说谎，在那些长期大量食用这些食物的人群中，特定癌症的发病率就是明显高于其他人群。更深层的问题，我们的饮食文化出了什么问题？如果你仔细想想，这3种鱼背后其实都是人类的饮食智慧，只不过那些智慧诞生在一个没有冰箱、没有现代食品安全标准的年代。咸鱼是古人为了在没有冷藏条件下保存食物而发明的，在那个年代能有鱼吃就不错了，谁管什么亚硝胺？熏鱼同样是一种防腐技术，烟熏可以杀菌、脱水、延长保存期限。在食物匮乏的时代，这是了不起的生存技能。生食淡水鱼在某些文化中则是对食材新鲜度的极致追求，是一种审美，甚至是一种身份象征。这些饮食传统延续了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已经深深嵌入了地方文化的 DNA 里。你告诉一个老广东人不要吃咸鱼，就像告诉一个法国人不要喝红酒一样，他不是听不懂你的话，他是觉得你在否定他的生活方式。但现实是残酷的，我们的饮食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现代人有冰箱，有真空包装，有冷链物流，有100种方法可以安全的保存和烹饪鱼类。在这种条件下，继续大量食用那些承载着古老风险的传统加工鱼类，就不再是传承文化，而是在已知风险面前选择忽视。这不是说传统就是坏的，传统有它的价值。咸鱼那个味道确实独特，熏鱼的口感确实迷人，鱼身的鲜美确实让人难忘。文化和记忆是宝贵的，但我们可以在保留文化记忆的同时，做出更聪明的选择，比如偶尔尝一尝，而不是天天吃，比如改良制作工艺，降低亚硝胺和苯并芘的含量，
比如坚决放弃生食淡水鱼，改用深海鱼，或者干脆煮熟了吃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鱼？说了这么多不能吃，我也要说说怎么吃才对。因为鱼本身真的是非常好的食物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鱼肉富含优质蛋白质，脂肪含量低，而且含有大量的 Omega-3 不饱和脂肪酸。这些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、大脑发育、抗炎反应都有明确的益处。大量研究证明，适量食用鱼类可以降低心脏病、中风、老年痴呆的风险，甚至有研究显示，鱼类中的某些成分还具有抗癌作用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吃鱼，而是怎么吃和吃什么鱼。第一，烹饪方式很关键，清蒸、水煮、炖汤，这些低温烹饪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鱼肉的营养，同时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有害的热裂变产物。如果你实在想吃烤鱼，注意控制火候，不要烤焦，不要让鱼肉直接接触明火，用锡纸包裹烤制是一个折中的好方法。第二，选择新鲜的鱼。新鲜鱼类不需要高盐腌制，也不需要烟熏防腐，自然就避开了亚硝胺和苯并皮的风险。如果你喜欢咸味，可以在烹饪时适量加盐调味，而不是用盐把整条鱼腌到脱水。第三，淡水鱼一定要煮熟，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不管你的鱼有多新鲜，不管你的芥末有多辣，只要是淡水鱼，生吃就有感染肝吸虫的风险，煮熟是唯一的安全保障。如果你真的想吃生鱼片，请选择正规渠道的深海鱼类，比如金枪鱼、三文鱼等，并且确保它们经过了严格的寄生虫检测和处理。第四，注意鱼的来源。大型掠食性鱼类，比如鲨鱼、剑鱼、大型尾鱼，虽然不在今天讨论的3种之列，但它们体内往往积累了较高的甲基汞。汞是一种神经毒素，长期摄入会损害大脑和神经系统。孕妇和儿童尤其需要注意，选择体型较小的鱼类，比如青鱼、秋刀鱼、沙丁鱼，通常更安全。第五，多样化饮食，不要只盯着一种鱼吃，不同的鱼类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，也有不同的潜在风险。轮换着吃，既能获取更全面的营养，又能分散风险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这3种鱼，中式咸鱼、高温熏鱼、生食淡水鱼，它们之所以被称为癌症加速器，不是因为它们是什么天外来物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毒药，它们只是普通的鱼，但因为特定的加工方式或食用方式，被人为地变成了致癌风险的载体。亚硝胺、苯并皮、肝吸虫，这些东西不会从天上掉下来，它们是在我们自己的手里，我们自己的厨房里，我们自己的餐桌上被制造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风险不在鱼身上，风险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所以，与其恐慌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不如冷静下来，想想自己的饮食习惯。你是不是经常吃很咸的东西？你是不是特别爱吃油炸和烟熏的食物？你是不是在某些场合会为了追求鲜味而冒险生吃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今天这些资讯对你来说就格外重要。知道风险不是为了让你从此不吃鱼，恰恰相反，是为了让你更聪明的吃鱼。毕竟鱼真的是好东西，但前提是你得用对的方式去享受它。最后，我想说一句可能有点残忍但很真实的话，癌症这个东西，等你发现它的时候，它往往已经在你体内潜伏了很多年，而在那些年里，你每一次的饮食选择都在悄悄地影响着最终的结果。这不是恐吓，这是统计学告诉我们的事实。所以从今天开始稍微注意一下吧，把咸鱼从每周必吃降级为偶尔回味，把熏鱼、烤鱼从首选做法降级为偶尔尝鲜，把淡水鱼生食从菜单上彻底划掉。这些小小的改变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得多么不方便，但可能会在几十年后帮你避开一场无声的灾难。而如果你身边有人还不知道这些事情，请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，因为有些风险，知道和不知道之间的差距，可能就是健康和疾病之间的距离。